欢迎来到著名歌手频道。我很高兴您订阅并分享该频道。歌手榜格局变动，周深、汪苏泷抢2白热化，李荣浩排名低于王源。最近的歌手榜，我想很多朋友和笔者一样，一直在持续关注着。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，现如今的歌手榜是最为健康的时候了。唯一美中不足的，可能就是阳盛阴衰的现象依然很严重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近期歌手榜的格局变动。01，首先最近变动比较大的歌手分别是第2名和第3名。从图片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汪苏泷是第2，周深是第3。周深、汪苏泷抢2已经白热化了。其实单就最近笔者了解的，2位歌手已经完成了至少3次名次交换，不是周深第2，汪苏泷第3，就是汪苏泷第2，周深第3。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产生，核心原因就是歌手的近期爆款歌曲数据波动较大。比如汪苏泷歌曲《我想念》的实时在听人数达到了30456人。歌曲《如果爱忘了》实时在听人数达到了43865人。这2首大爆款的数据波动，足够导致汪苏泷的名次在2至5之间来回横调。而周深近期的数据其实是集中在一首歌曲上的，这首歌曲就是《小美满》。小美满的实时在听人数直接决定了周深的排名能够有多高，现在是49328人。这个数据配合周深的底部作品支撑，足够他在前5遨游了。PS， 单就歌手的排名波动来说，其实会发现，除了周杰伦，其他歌手的音源数据差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。一首爆款就可能会在短期内实现超越。02，前文有说，现在的排行榜是最健康的排行榜。我们观察就会发现，前10歌手中有着4位年轻歌手，他们分别是周深、邓紫棋、毛不易以及王源。其中有1位大家可以忽视，懂的都懂。哪怕只有3位年轻歌手，这却也说明了，至少现在年轻一代并不是没有主流歌手被大众深深喜爱的。很多人喜欢说华语乐坛后继无人，但是更多时候其实是新生代歌手的作品没人愿意听。年轻一代创作者们往往想着做一些新鲜玩意，但是现如今的大众审美始终仍然停留在千禧年代。我不认为完全是大众的错，年轻一代歌手们更应该向排行榜上的歌手学习。既然想要带领华语乐坛走更远，那么首先想办法让大众接受自己的歌曲是最为重要的。03，比较有意思的，李荣浩排名低于王源，已经掉出了前10。从聊李荣浩体育场成绩到如今，笔者已经好久没有聊他了。其实现如今的成绩和他的地位是相匹配的，在内的体育场歌手中，他的排名并非最靠前，前端有着张杰和薛之谦这样的歌手顶着。而李荣浩的作品底子足够好，不遗憾和不将就的实时在听人数都达到了 1W+。他很缺一首如同当初的乌梅子酱一样的歌曲，一旦拥有一首这样的爆款，他就能够回到前5。我其实很好奇，今年李荣浩如果还要开体育场的话，最终成绩会是怎样？毕竟去年他的表现，我想大家都看到了。不知道大家觉得，未来哪一位新生代歌手能够走到最前面呢？